公元1661年，郑成功开始了收复台湾之役。3月份，郑成功水师趁涨潮出其不意杀入台江内海，将赤坎城与台湾城的荷兰部队分割开来。当时驻守在赤坎城的荷军士兵只有400人，另外1100人在大元长官奎一的带领下驻守在台湾城。荷兰人的4艘船是2艘战舰和2艘小艇，也都在台湾城附近海域。荷军兵力虽少，但是毫不示弱，分3路迎敌，一路是战舰向沿台江南下的郑军舰队发起进攻，一路是陆军，由贝德尔上尉率240人进入北线围岛南端，目标是夺取北线围岛。还有一路也是陆军，由阿尔多普上尉率200人增援赤坎城。先说贝德尔这一路，这时欧洲军队已经开始普及燧发枪。燧发枪的效率比火绳枪高很多，还不受天气影响，但装填弹药的方式没变，依然是慢。所以他们一般是3排1组轮流射击，这样火力不会间断。通常拿弓箭的对手看到火枪的威力时首先从心理上就被震慑了，因为火枪可以穿透任何盔甲。虽然说准头差点但荷兰人觉得中国人他也是这样，所以贝德尔上岛之后，将荷军12人一排分成20排，向郑军轮番射击。他以为只要打死前面冲锋的几排人，那后边的人就会吓跑。但是郑军他不是没见过火枪的人，他们常年在海上和各色人等打交道，不仅是见过，而且经常使用，还知道火器的短处在哪里。贝德尔一面放枪，一面是逼近郑军，但是没想到对面的郑军不但没退却，反而积极迎战，从侧面包抄。然后他们看到郑军的羽箭像雨点一样落了下来，连天空都变黑了。贝德尔全军覆没。再说阿尔多普这一支任务是援助赤坎城。郑成功发现之后出动铁人军对抗。200名荷兰士兵只有60人爬上岸，其余全被消灭。荷兰人其实他最有可能扳回一局的是海军。荷兰战舰都属于盖伦型帆船，船体大，一艘船能装载几十门火炮，威力很大。郑成功不敢掉以轻心，以60艘大小战船将荷兰舰队包围其中，然后展开炮战。一艘荷兰战舰被击沉，其他的战舰准备逃跑，郑军是团团围住不放。由于炮战不是郑军的优势，于是郑军组织部分大船贴近荷兰舰，登上甲板打肉搏战。最终荷兰人有1艘战舰和1艘小艇受重创逃脱，另1艘小艇跑回巴达维亚报信儿。至此荷兰人在海上的火力被清除，台湾和赤坎成了2座孤城。下一步就是完成对赤坎城的包围了，逼降荷军。4月初4台湾人切断了赤坎城的水源。毛南士兵眼见救兵无望，挂白旗投降。就这样，在登陆4天之后郑成功就收复了赤坎城。有了赤坎城作为基地，等于给远渡重洋的郑军吃了颗定心丸。剩下的台湾城那就是时间问题了。台湾城虽然没有赤坎城高大，但是它是专为军事目的修建的。城上有数十尊大炮，站得高是射得远，单靠战船那是很难靠近的。于是郑成功派人从大元岛的南端，也就是七坤深处登陆。荷军得知消息之后担心这个郑军主力登岛，派兵出城清剿。到了七坤深，还没来得及列阵就被郑军伏击，死伤过半，余者退回城中。郑军在七坤深立栅栏设炮台，以此作为攻打台湾城的据点。4月底这个郑军调集28门大炮猛击台湾城，城墙是遍体鳞伤。荷军立于城头，集中火力还击，还出动军队抢夺郑军的大炮，但被郑军的弓箭手给击退了。台湾城实在是太坚固了，荷军又负隅顽抗。郑成功知道，如果要是强攻的话，必然造成大量伤亡，干脆不着急了，打持久战。敌人弹尽粮绝，自然投降。于是在所有通向台湾城的道路上筑起了栅栏，挖了壕沟，断绝一切城内与外界的联系，以此围困荷军。此外郑成功还3番5次的写信给奎一，让他投降，而奎一一直拒绝投降，因为他还有最后一张底牌，来自巴达维亚的援兵。